李世民为何把魏征比作一面镜子？魏征是唐朝著名的政治家，他因为敢于直谏而名垂史册，而唐太宗也因为他的大胆进言，不断改革弊政，从而使社会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大唐盛世迹象。根据《旧唐书·魏征传》的记载，魏征死后，唐太宗常常难过地对近臣说：“夫以铜为鉴，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，可以明得失，朕常保死3件，内防己过，仅魏征是一件忘矣。”唐太宗之所以以魏征为镜，与魏征这个人的能力和性格是有关系的。大业13年，魏征在归唐之前，是从瓦岗寨领袖李密德为李密献上了壮大瓦岗的10条建议，却不被采用。次年，李密多次击败原本为西域胡人的江东通守王世充，但魏征却看到了瓦岗寨兵少、粮草不足的弱点，认为应该养精蓄锐。可惜这一个提议没有被认可，结果李密后来在打败宇文化及以后，因为轻敌而被王世充打个大败，既丢了原来的地盘，还失去了大批的精兵良将。贞观7年，世宗王圭因罪贬同州刺史，魏征代任侍中。他积极断案，解决了许多积案，因为合情合理，而使各方都是心悦诚服的。魏征还是一个文学家，作文了得，因此被任命为秘书。兼由上可知，魏征是一个多方面才能都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当然，唐太宗以魏征为镜，更重要的还是因为魏征这个人耿直的性格和敢于直谏的勇气。长乐公主准备嫁妆之时，因为唐太宗个人喜好而表示礼数欲有所加，既然皇帝喜欢，大臣们也乐得顺水推舟了，一致拍马屁要双倍于余家长公主。皇帝与大臣们一直认可的喜庆之时，魏征却认为逾越了礼制，他不怕得罪一般权贵而一再反对。所幸长孙皇后是位极其开明的人，他不但没责怪魏征，反而认为他能够明白事理，坚持原则而大加赏赐。唐太宗上位一度溺爱自己的儿子，规定3品以上的官员路上遇到亲王要下车，此举又被魏征与王圭极力反对了，认为这违反了法度与礼仪。最终唐太宗接受了建议。此外，在皇帝的个人生活上，魏征也时常提醒。一次，魏征在路上看到太宗的车马出行，像是要去游山玩水的。太宗见到魏征，急忙下令掉头回宫。魏征追问，听说陛下要驾幸南山，怎么突然不去了呢？太宗笑着说，起初确实有这样的打算，但是担心爱卿你责怪，所以就半路停下了。有一次唐太宗在玩药子，这药子呢，就是一种鸟，正巧魏征来了，唐太宗怕魏征批评自己，便把药子揣在怀里。其实这一切早就被魏征看在眼里了，他故意拖延谈话时间，最后这药子被活活闷死。太宗很是生气，但想到这是魏征在劝自己不要玩物丧志，于是就按下了怒火。魏征这个人性格刚直，才智卓越，敢于对皇帝说真话。他在体检时往往不顾及皇帝颜面。有一天，唐太宗实在忍不了了，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我一定要杀了魏征这个乡巴佬。”后来经过皇后大臣们的劝说，他才逐渐的消极，而魏征却依然神态自若，丝毫没有胆怯，照样该说什么还说什么。其实唐太宗他心里知道，魏征是不可多得的贤臣和重臣，只是他的有些做法着实让自己下不来台了。魏征的批评意见涉及面很广，最重要的内容是朝廷军国大事的失误。为了从隋末战乱中尽快恢复，他劝谏皇帝要让百姓休养生息，停止营造工事台阶和对外用兵。为了社会的安定，他劝谏皇帝要废除隋的严刑峻法，代之以宽平的刑律。为了政治清明，他劝诫皇帝用人要人品和才能并重，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者要严惩不贷。在法律面前，
他认为贵贱亲疏应该一律平等。唐太宗以魏征为计，可以知道自己的对错得失，从而鞭挞自己，不断进步。正是由于唐太宗和魏征君臣，一个敢提意见，一个虚心听取意见，双方默契配合，才使得唐朝国力迅速恢复，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。魏征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，是唐太宗朝的重臣谏臣。他的工作和职位类似于现在国务院的秘书长。他长远的政治眼光，敢于批判的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，为人做官良好的声誉也受到了后世的赞誉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